瑞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高市早苗当时2021年出的这一本书，结果我们的制作团队全部都翻完之后，最后一章节的时候，哇，发现了大秘宝。为什么？它里面最后一章是叫做制定新的日本国宪法，这代表他对于自主国防甚至自卫队的态度，他全部都写在这里。他写得非常非常明白。他说，关于守护国民生命与财产、守护领土、领空、领海跟资源，以及守护国家主权等事项，强化国防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他甚至讲了，自卫的手段是对敌基地的先制攻击。这一本书之外，他在2月2号的演说上面也讲得非常明白，他要真的是维护自卫队的尊严。所以，如果真的过了2/3的门槛抽线门槛之后，真的自卫队的捆龙锁要打开了吗？对，没错。那么赵尔，请问一下，为什么高市早苗女首相呢这次要解散那个国会呢？那么全面的改选？因为很简单，抗中保日，那么的考验就在这一次的自民党的选举嘛。你们找到这本书《制定新的日本国宪法》，这是2021年的时候他的书里面所写的。但是就在这几天，他干脆直接在助讲的演讲里面直接说：“我希望进行显而易见的宪法修正。”以维护自卫队的尊严，并使其稳固的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对，什么意思？因为受限于那么24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宪法这个修改啊，所以日本不能拥有军队，所以他只能有自卫队自我防御，他连主动攻击别的国家的这个权利都没有。所以呢，好几任，包括安倍晋三在开始，那么包括这个现在呢，高市早苗。几乎就要实现这个愿望，对，他要修改这个宪法，并不是他要去攻击别人啊，他要去这个等于帝国主义复辟，不是的，而是万一我日本国遭到人家的攻击的时候，我必须要能够缓急呀，要自我防卫，我必须要自我防卫，所以我必须要能够攻击对方的基地啊，你不能等着挨打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那个宣言嘛，而从他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助讲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好，那么高市早苗做什么？高市早苗就在鸭子划水的过程当中，日本将有10艘的神盾舰会配备那么美国的战斧巡弋飞弹哦，10艘神盾舰，他玩真的。而且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目前在琉球群岛这些岛屿呢，美国的提风系统、提风飞弹发射系统呢，已经进驻了嘛？对。请问提风发射系统进驻以后，它要发射什么飞弹？除了标6飞弹之外呢，最重要是战斧巡弋飞弹。所以呢，事实上呢，也就表示日本可能在琉球群岛也部署战斧巡弋飞弹。少恒，以前日本的这个等于说最大的敌人，你知道是谁吗？是俄罗斯。对。第2个敌人是北韩嘛。对。再怎么排都不会排到中国嘛。对。那请问北韩跟俄罗斯离琉球有多远啊？战斧巡弋飞弹的射程就1000多公里嘛，摆明了他的首要的敌人指向哪里？就指向上海跟中国嘛。对，他跟我们台湾是站在一起的。那么他的这个12式的反舰飞弹呢，7次已经在去年底呢，在美国改良的12式反舰飞弹全部试射成功，所以他开始进驻到九州来，然后紧接而来也可能那么进驻在这个琉球群岛的附近的岛屿嘛，刚好。因为我们跟日本之间隔着宫古海峡，所以台湾跟日本就成为2个犄角。以后你中共的飞机、你中共的航母舰队要过，你要经过我这2个国家。对。然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保护自己呀。为了保护自己啊，他的03式的防空飞弹也要把它现在50公里的射程全部加大。他现在做的事情是全部扩大。然后他只要修宪成功了以后呢，他已经编列了非常大的这个军事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国防军费嘛。那我们台湾要做什么？我们在昨天公布了中科院公布了一个新的讯息啊，雷霆2000，过去雷霆2000它的发射包括15公里、30公里跟45公里，本来要射往这个所谓75公里的方向前进，不过去遇到了美国麦尔马海马斯火箭弹。对，那因为麦尔马海马斯火箭弹就是70到300公里嘛，对，所以这个计划被暂缓。那么昨天证实这个计划，那么死灰复燃，重新要开始。为什么？因为呢，就算你购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弹，但是我们在40到70公里之间有一个空窗期。哦，那个地方是没有的。对，我们现在要对付中共要怎么想？
除了源头打击海马式火箭弹，我就直接你已经集结过来打，我源头就放了去打你的船，去打你的，你还没有出港，我就先打你，然后你的飞机就先打你，雷达站全部打掉之外，你还是会出来，对不对？对。你一出海了以后，我第二波攻击就来，你知道吗？反舰飞弹什么的再来，我密密麻麻的来了以后，你要过海峡中线了，对不对？对。然后呢，我这时候呢，海马式火箭弹的70公里再来一波，你越靠近50公里这个地方的时候，现在就是规划由雷霆2000的。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系统呢，在45公里到70公里之间来衔接，对，再打一波。那它打一波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飞弹或火箭弹打到你的船，然后在船上爆炸，不是的。我们的这个雷霆2000，它的功能火箭弹是跟海马式火箭弹我们买的那个功能是一样的。它打到你的上空了以后呢，它是子母弹，所以每一颗变成4颗子母弹，然后全部撒出去。撒出去了以后呢，不要说人员的受伤，包括装甲都可以贯穿。对，所以这就是海马式那个，如果是在沙滩上的话，我们15公里到这个45公里，那就是一片淡海，一片钢弹海，它是无差别性的。整个海岸，这就是美国人说的啊，包括无人机加上去的，这我讲的都还没有包括无人机哦，加上去全面加上去了以后，台湾海峡就会是你渡海要攻夺台湾。进行2栖登陆的这个共军，你们的地狱火警就这样子吧。对，所以这就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日本跟台湾正在进行一个紧密的结合。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虽然我们不是美国的邦交国跟盟国，以后我们跟日本甚至于可以情报共享。情报共享的情况是因为我们没有 F-35嘛，对，他们有147架。美国之外，日本是全世界 F-35最多，每一架 F-35都是一个情报平台啊。我们有 F-16V，我们互相的互补，大家都是为了彼此的安全、彼此的和平、彼此的生存，所以变成了盟友。高市早苗只要一当选，川普已经发现他在他未来3年的任内，日本的首相可能不会更换，就只有高市早苗了，所以才会邀请他3月间到美国去参访嘛。未来4年，日本很可能就只有一个相关的强势首相，他的名字就叫高市早苗。宇轩，我们刚刚讲，台湾现在最关键是什么？一定要硬起来，有多硬？你看到今天国防部长顾立雄讲，各位役男们，电视役男们，你们张大眼睛，打开你的耳朵，听清楚了。过去教召5到7天是救治，现在他说今年开始全部14天。都给我进来训练14天，这够硬了吧？当然硬了，各位啊，14天这不是开玩笑了，因为你除了说要把自己过去曾经当过兵的经验唤醒过来之外，包括你要打可能现在是65K2到T91，甚至未来是T112，而且呢，你还要打班机，还要打排机，还要单兵作战，换言之，他就实地操演，这传递给美国看嘛。那另外一个呢，连汉官操演哦，我跟你讲这可怕了，10天9夜。但是呢，演训的项目变得很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都喜欢喊一些口号啊，什么滩岸歼敌啊，然后阻敌于外啊，但现在他直接跟你讲哈，来第一个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况，换言之，全部都是照真的来，对，等于是任务由小主管自行决定，而等于不会再有所谓的指挥中控。就是如果说你的中控链被中断了，你还可以透过这些小的来干嘛？化整为零，对，在各个地方，比如说你这边有海马式，你这边呢有无人机，你这边有托式，你们就各自为政，来只要完成一个统一的目标，我们大家呢分散指挥，不是在以前让我们讲的一放烟火秀，而且要靠什么呢？装备。1.25兆里面哦，其中呢我们讲大概有将近1到2亿元，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我讲的是美金哦，来要买什么呢？机械狗。跟无人地面载具，那假的，就是画面中的这2个，对，那会出现的。你知道这个机械狗特别在哪里吗？它的特别是在于说，刚刚赵和讲说无人机，对不对？以后会有一个好伙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所以它会伴随在它身边。比如说今天当发生了战场，我有一个任务是要去营救，或者是我要去攻克，但是因为它建筑物已经倒塌了，我人进不去，无人机也飞不进去，我就派我的狗进去。对，那这个狗呢，它会往前驱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它的视野呢会跟所有的士兵共享。再第二个呢，它可以作为一个传导中枢。比如说呢，我今天机械狗发生到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人距它有段距离，我可以跟这个狗联系，狗可以再跟天上无人机联系。
它是中介的载台，等于是我可以通过它对来进行传输，然后呢，无人机就可以发动进行攻击。而这种大型的这种无人地面载具哦，也是一样，但是它是更具有我们讲的破坏力。未来还有什么无人的潜艇啊、无人项目？换言之，台湾利用自己的晶片以及我们制造业的相关的这种精密工业的一些优势跟长处，自己研发嘛。所以你看哦，现在 Pentagon 一直在讲五角大厦。要挑25家供应链哦，有一个叫做挑战赛。对，那挑战赛未来的重点项目在于所谓的攻击无人机，这个叫做游荡弹药，也就是自杀的无人机。那以前这个东西啊，要发包多麻烦，你知道吗？1年2年，然后呢，大型的招每次标都拖很久，对那钱都付了，东西在哪里？对，那 Hexas 你知道吗？他那时候是不是走在那个国防面前说，我现在未来变战争部，然后秀他的肌肉，对不对？对然后他说以后不用1周就可以了啊，就你自己不。以前不是年吗？或者是月吗？不用，以后往后，比如说金六节啊，或者是你台北什么随便一个营区啊，有几个连，对不对？你自己填那个申报单，填完之后你送上去之后，1个礼拜你自己去找厂商，只要这个厂商在合格清单里面，马上你自己去跟他买，跟去福利社买西区米亚一样。过去是年，现在是月，对啊1个月内对啊搞定了。所以我们特别的把它统计过后，比如说呢，你如果说是大概有20几万台或者是10万台的这个无人机里面呢，来，因为每一台大概会用3到8颗左右不同的晶片，对那其中晶片有很多项目，比如说最主要这个就是控制组的 SOC， 也就是你的飞安、你的飞行、你的导航，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它还要重要一点。既然是 AI， 它就要有影像辨识，就是 AI 跟 NL 是相关的这种加速晶片。那与此同时，加速之后呢，它还有物理性的感测，也是我们讲的 IMU、GPS 等感测晶片。但通讯，我们刚才是不是讲狗狗能够通讯，无人机能够通讯，还有通信晶片，还有所谓的照相、影像处理的晶片来照这些台湾都做得到。对，所以我们如果算下来86万台无人机，大概有400多万颗晶片。都是台湾弄出来的。对，那这不一定是先进制程啊，对，有些搞不好成熟制程也有啊。所以你知道吗 ？Made in Taiwan 很有可能在这个无人机以及地狱景象里面，我们自己会扮演其中的心脏跟头脑跟角色。但是现在呢，最令人亮眼的是什么呢？又有这种中程僚机出现。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过 S-Bay。结果呢，有一家公司叫做波音，不遑多让，跟你讲说，我也有中程僚机 MQ-28幽灵蝙蝠。对，你是贝的，我也是贝的，你没有发现他们都叫自己是蝙蝠？对啊，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 Batman 啊 Batman。What's my super power? Super reach。OK， 你知道它这个新型无人机可以做什么用呢？它在印太地区因为原本呢，它包括第一个。它的航程3700公里，再来呢，它的长跟宽大概是11公尺、8公尺，所以呢，等于就是说它可以搭配我们台湾的 F16，或者是你想到的 F18，作为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想定的目标。再来第二件事情呢，它的载弹量也非常可观，因为既然可以翻3700公里，代表它的油量大、体积大。其中呢 ，AI120这个叫什么？空对空飞弹。它的一定是标载必备，它等于是它可以对于敌方的战机，比如说歼15、歼20来进行打击。而第二个，它还可以对地面进行轰炸，因为呢它有所谓的隐形式副舱，副舱里面可以装所谓的 GB39、GBU53，而这两个呢就所谓的滑翔炸弹，那可以进行我们讲相关的攻击。所以你想想看在这样搭配的状况下，它最厉害的是什么 ？A 导 B 射，也是由 F18我先锁定你，然后还有谁 EA7、17A。锁定你，对，锁定之后呢，然后呢，我再从无人机你侧面你看不到的地方，幽灵蝙蝠就来了。对，当你眼睛在盯着这个 F18以及盯着这个 EA7、17A 的时候呢，就幽灵蝙蝠从你后面突袭你，它最厉害在这边。所以你想想看在这整个整合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台湾未来绝对会成为整个军工供应链很重要的角色。玉峰哥，我们刚刚讲自主国防比什么都还重要，但是荷兰这一对王室的母女党也太强了吧？妈妈这个嘛去做射击训练，女儿更厉害了。我看画面，我想说我在干嘛？他叫你给我去开 F16。对，你现在看咯，安全不能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先物理性的告诉大家，他几岁？54岁。对，54岁，其实在台湾他也不用。他已经也除役啦，他也不是后备军人喽。可是 Maxima 在这个时候呢，他宣布了一件事情，他要重新入伍，然后呢重新训练，变成一个后预备役的军人。太帅了吧？对，所以呢，你觉得是开玩笑的吗？他过去穿的这个晚礼服的画面，跟现在穿着军装的画面，我告诉大家，你不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冲突吗？你看。一去重新入伍就开始做什么手枪的射击训练，手枪射击训练，其实这些手枪不管你再怎么样，它是有后坐力的。对，一个王后原本是足蹬高跟鞋，然后呢穿着晚礼服，手拿了这个晚宴包，你要现在要开始做这什么
手枪的训练。而且他今天他是专业的，对没在开玩笑的。然后呢，你看过去哦，他也曾经做过什么跳伞训练。他2022做过跳伞训练，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双人的跳伞训练已经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王后，你要想想看哦，那个时候我们在成功岭的时候，空特来选兵，告诉我们没关系啦，来啦，我们一开始会有人带着你跳，死都不要，对不对？可是呢，王后敢做这个双人跳伞训练，当你从机上 jump 一跳出去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就是相当的勇敢。所以呢，他还有攀岩，然后攀绳、障碍跑步，然后还有这个游泳池里面的这个潜水训练，对，甚至呢到迷彩装，一个王后愿意做到森林里面，然后做迷彩训练，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个画面也让我们非常的惊喜。他在野地的时候、野外的时候，他真的把自己的脸涂得跟什么样？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他是穿礼服这么美，但是他在战场上面，他的训练是扎扎实实。然后呢，攀岩他也要往上爬，甚至呢垂降他也要做。他太勇敢了。那你要想一件事情哦，54岁王后跳出来了，那他的女儿呢？王储是不是也要跳出来呢？对，这个是他的女儿。然后他的女儿现在来说的话，也是从去年9月开始呢，就开始为期2年的一个训练。以前在这些国际场合的时候，做公益，然后做慈善，落落大方，很漂亮啊，很漂亮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要接王位的话，必须要做陆海空的训练。真的假的？而这个陆海空，我们过去讲。不会听正的，这个就是我们荷兰的王储。你看哦，穿上这个军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Sima 王后，还像一个迷妹一样，拿着 iPhone 手机，哇哦！女儿棒棒。对，因为艾玛利亚公主必须要受训完，她才可以接王位。所以呢，你看哦，她要做什么训练？这个坦克车其实这是什么坦克车？我们在乌俄战争一直有看到它豹2。对，我们看了豹2坦克车，它在中间。对。所以呢，豹2坦克车它要不要上去？它得要上去。再来 F16 虽然有教练跟着它飞，可是 F16你要想一件事情 ，F16它的大的G力，谁能够承担得了？如果遇到大G昏迷该怎么办？但是呢，你身为王储，你就得干这件事情，你要飞到天空去，然后跟你的子民证明你可以怎么样？统治这个国家，对，我们讲陆海空，我可以保卫我这个国家。对，你看哦，陆海空剩下什么？剩下潜舰。对，潜舰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下潜，然后呢，你又要上升。这个过去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王室也比较不会让他到潜水艇里面去。但是呢，她这个公主呢，就是非常厉害。艾玛利亚公主愿意直接上到潜舰去，然后呢，她也是真的哦。也是下潜，然后上升，所以呢，陆海空他都完成了训练。现在呢是下士，他是下士啊，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是可以有资格接王位的人。所以呢，你看到包括王后、包括公主，其实荷兰已经做好准备了，安全不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他们是从王室作为表率，从他们开始。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情出击。